灵珠子手中的火尖枪燃起青白火焰，身形直冲而上，几乎就在瞬间就爆发出了自身急速。杨戬立刻朝着侧旁挪移，险之又险的与灵珠子的长枪擦肩而过，却是主动让了一招。随之杨戬原地留下一道残影，身形唰的一声消失不见，再次出现时已在灵珠子面前10丈，若苍穹之鹰俯冲而下，举枪猛砸。灵珠子身周被火光包裹，身形快若鬼魅，全然不躲，与杨戬正面相冲。周遭那数之不清的道兵齐声呼喊，囚笼大阵越发坚固。激战片刻，灵珠子的身形倒飞出大阵范围，面色苍白，双目紧闭，肩头带着一只血洞，肩膀被砸得凹陷大片，不敌出局。但是随之那些道兵再无任何过激，数百名躲藏在其中的高手一拥而上，将杨戬团团围困，十方禁锢。战！杨戬举枪冲入道兵堆中，那砰砰的爆炸声接连不断，一只只道兵被砸成灰色粉末，但是数量源源不断，毫无断绝之意。而那些掺杂在道兵中的特殊高手，也让杨戬不断受阻，无法真的来回冲杀。天庭东天门处，阵阵擂鼓声响彻数万里，一队队天兵涌来，在天门之处布置下了一处处道兵防线。太白殿内，李长寿露出几分微笑，甩了甩拂尘，与背后数道身影一同驾云外出。龙吉，你先去东天门前等候，若杨戬能冲到你面前，按照为师叮嘱的那般言说就是。是。龙吉抱拳行礼，提着宝剑，催起神通，急匆匆地赶往东天门。李长寿背后，敖乙、金鹏、熊灵力静静而立。除却熊灵力小脸上满是紧张，努力地表现出一副凶巴巴的模样，敖乙与金鹏都是镇定自若。我们遵命就是了。杨戬陷入了苦战，他在来路上就想了很久，思索了很久，最后下定决心，就知今日不免有一番苦战，自己的赢面很小。他不相信什么奇迹，也不相信所谓的气运，唯一相信的是手中长枪要一路打到母亲的身旁。但是杨戬从未想到过，自己只是面对天庭的道兵，竟就如此狼狈。大阵压制，将他打出去的余波尽数镇压。道兵悍不畏死，一股股仙力冲击着他稳固的玄体。尤其是那些擅长合击之法夹裹在普通道兵中的高手，给他制造了不少的麻烦，甚至在他玄体上留下了不少伤势。八九玄功最善防御，肉身宛若灵宝，同境界炼气士若无重宝几乎没有攻破的可能。由此可见，对方合击的威力着实不弱。人影，人影，还是人影。道兵源源不断，杀之不尽，但自己的气血气力却在被道兵不断的消耗。主修肉身很难依靠丹药恢复气力。杨戬心底不断的计算，不断前冲，带着漫天的人影，带着漫天道兵炸出来的飞灰，一步步逼近东天门。终于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杨戬前方豁然开朗，道兵退了。已经有些麻木的杨戬立刻向前冲出数百丈，但是很快就被光壁阻拦，又是一大批道兵蜂拥而来。杀完一批，还有一批，黑夜白昼接连轮替，大战10数个昼夜，惊动四方高手，但无人可以靠近天庭东天门数万里方圆内。东海之下潜伏着的大批龙族高手，也将自身的威压朝着四面八方远远荡开。连天大战中，杨戬身形始终未倒，衣袍未染血，却处处破损，长枪未见裂痕，掌心在微颤。一点点前行，一次次挥枪，杨戬终究走到东天门之前，距离那白玉大门不过1000丈距离。背后是被他突破的39道道兵防线，被他亲手砸毁的60余座大阵。前方人影一空，杨戬紧绷的心弦只是略微放松了半分，便突然身形踉跄，
他拄着长枪勉强维持，没在空中跌落下去，但脚下不稳，双腿渐渐弯曲，逐渐失去力气。极限，这就是自己的极限。杨戬心底轻叹，但是眼神到心，没有丝毫动摇。他拄着长枪吸了一口气，身形想要再次站起来，又只是勉强拱起腰背。杨戬！一声急切的呼喊声自前方传来。杨戬那已经近乎枯竭的仙识所见，曾有过一面之缘的龙吉正驾云前来，手中提着宝剑。啊，也是来阻拦我的吗？后方有大批道兵想要合围，龙吉立刻开口轻喝：都退下！一群群道兵宛若木人一般在云路上静立不动。杨戬心底苦笑，我终究是牵连了旁人。龙吉向前想要搀扶，杨戬却抬手阻止。他趴在空中喘着粗气儿，在自己体内寻找着剩余的力气。杨戬，你这是何苦？站在3丈之外，龙吉颤声喊着：很多事你不曾见，不曾闻，不懂其中内情，只是被人利用。利用？杨戬闭上双眼，慢慢睁开，额头闪烁着浅红色的光亮，身形却从弓背变成跪伏，右手死死地抓着3尖2刃枪，口中的嗓音由虚弱到渐渐有力。在这个世上，生灵弱小与强大都会被一股力量控制。天道、天庭，又或是所谓的宿命、命途。生灵本就有诸多苦难，有些人生来就要面对残酷的地狱，但他们不得不前行，被那股力量推着前行。我就是这般。杨戬！龙吉又想向前搀扶住杨戬摇摇晃晃却依然想要站稳的身形，可他脚步一顿，下意识地停在数丈外。杨戬拄着3尖2刃枪，原本已经枯竭的玄体滋生出了一缕缕力量，生灵本源之力。他从趴伏变成佝偻，又尝试着慢慢站直腰身，双手颤抖的幅度越发微弱，沙哑的嗓音却始终连贯。这股力量，或许是恨，或许是对母亲的思念，是心底日渐深厚的自责，是所谓大教之争的算计，是天地间大劫。他们仿佛时刻都在告诉我，快去救你娘亲，快去救你娘亲，却完全忽略我自己的心念。他们只是将我当作一枚棋子，向前推，向后走，不断拨弄。这就是这个洪荒，早已没了生机的洪荒。龙吉不知道该如何回答，只能够注视着眼前这个身影，看着他挺直胸膛，再次一步步向前。前方，东天门遥遥在望，但大片大片的灰云席卷而来。杨戬紧咬牙关，一股股元力自4肢百骸挤出，此间痛苦无异于刮骨剥髓。但他面色如常，哼都不哼，只管前行，只管低吼，嗓音越发有力，言语越发急促，浑身涌出阵阵风浪，脚下的云雾再次凝实。前面可能会是刀山火海，会是我杨戬的地狱，可能会有连天大战，我会耗尽一切力量，可能我拼尽所有，只是迈入下一个地狱。但今日，哪怕前路不见光明，哪怕我要死在镇压母亲的那座山前，让那些背后算计者得逞。杨戬双目之中满是光亮，额头仿佛出现了一条竖直的缝隙，其内涌出道道血光，照得他英俊又苍白的面容竟是如此冷峻。龙吉道心轻颤，握紧手中宝剑。杨戬长枪反握在身后，昂首挺胸看向前方，看向东天门中涌出的大片大片灰云，身形已经是越过龙吉，口中似是在对龙吉言说，又像是在对前方的天庭呐喊。走到这儿，是我自己的决定，路是我选的，天庭是我要闯的，地狱是我要进的。
推我向前的力量，只能是我自己做出的选择，谁都不能干预。我，杨家二郎，杨戬，今日走到的此地，欲要接回生母，为我父惨死，找天庭讨一个公道。欲挡我者，皆我敌。话音落，空中惊雷炸响，四面八方传来擂鼓之声，一朵朵灰云飞来，上3层、中3层、下3层，数不清多少天兵天将于云上现出踪迹，道道目光鲜实，锁定在杨戬身上。杨戬一言不发，额头红光隐退，渴求着力量，呼唤着力量，在玄体与元神中压榨着力量。那是众天兵擂鼓之声，各处异象纷呈。杨戬默默地取出父亲唯一留下的物件，那是一条书生的包发布带，被他裹在头顶。正此时，就在这漫天雷声中，一道金光划破天际，一股威压自上而来，带起阵阵风浪，吹得杨戬那破损的衣袍朝着侧后方飘舞。金光凝聚出，那白发白衣的老道显露身影，端着拂尘盘坐于云上，眼睑半垂，目光下放。杨戬，你可知罪？这就是太白金星。杨戬抬头凝视着空中这一道似曾相识的身影，急促的呼吸开始放缓，目光再次恢复空明，道心归于寂静，没了此前那般波澜。我何罪？云上伴着金光的老者缓声道：意图擅闯天庭，毁天庭众仙斗道兵，口出狂言，欲结天庭罪仙，此为罪。罪仙？杨戬刚平复的道心轻颤了一下，但面对着云上的这个老神仙，却不想让自己有半点慌乱，冷声道：是非功过全凭尔等决断，天地规则全由尔等一口胡说，这就是天庭？天道特许，守护规则，这就是天庭。那我母亲坏了哪个规则？我父亲又坏了天庭什么规矩？云华仙子身有天庭仙籍，不经通明殿允许私自下凡，自是违反天规。只是私自下凡，便被镇压仙山之下，我父母情投意合，便要被打杀。这到底是天庭在量刑，还是你太白金星与凌霄殿中高坐的玉帝在量刑？这到底是守护天道定下的规则，还是借着天道与你们的权职肆意妄为，只为自身面皮？聪明。李长寿的心底满意的笑了笑，但是表面不动声色，目中流露出几分冷意。总导演亲自下场，自是要给其他还稚嫩的洪荒演员们打个样嘛，对吧？只是一个眼神，李长寿就将一个此时被戳中了软肋、略微恼羞成怒的大反派演绎得淋漓尽致，差点连他自己都信了。杨戬，你可知只凭你刚才几句话，今日已是可以定你死罪？杨戬默然无言，忍住不去嘲讽，不去谩骂，那样只能逞一时快意，却无法摆脱当前的困境，更无法救出母亲。太白金星初现身，杨戬就感觉到了一股难以言喻的压迫感，仿佛自己面前面对的就是整个天穹。这压迫感来自于太白金星自身的实力，也来自于他的神权，更来自于太白金星所代表的洪荒三界天地间的秩序，几乎让他透不过气来。此刻杨戬心底划过诸多想要脱口而出的骂声，压着自己的愤与怒，让自己不去无能狂怒。放我母亲！李长寿仔细地分析着杨戬此时所表露出的性格。你在求饶？是。杨戬扬手注视着李长寿的身影。我在求饶，让我去替母亲受镇压之苦，我随你们处置。李长寿略微皱眉，他非但没有觉得杨戬这般重其意有什么加分，反而觉得杨戬这般用自己交换人质的行为略微有些减分。
虽异地而处，自己若站在杨戬的位置，面对此时的天庭，除了拼命也无力去做什么。但除却这般选项，明明还有其他选项。之前借的那些优势呢？抓准天庭现在不想让各方大势力打起来这一点，就算不用自己阐教弟子的背景，也可以大做文章，借题发挥，给天庭扣稳以公谋私的大帽子，以动摇天庭信誉为条件，威胁天庭让自己去看一眼母亲，而后劈山救母，待木已成舟，再通过博取天庭先神同情心，将矛盾转化到大权在握、一言生死的玉帝与普通先神之间，将自己母亲打造成被玉帝迫害的弱者，从而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。以上才是满分答卷呐。杨戬此刻却选择了忍耐，将刚才的愤怒都能压制下去，也不去借势而行，只是以儿子的身份来救母亲。罢了，每个人性格都是不同，我也不能要求杨戬跟我一般性子。杨戬在我这儿算是不及格了，不过就客观而言，杨戬这波还是能在及格线之上的。像他这般意气风发的青年道者，最难丢弃的并非是性命，而是心底的傲意。为了救母，他确实是做到了。天庭全神的位置，每个时期也应该有不同的人来做。天庭创业时，是我来均衡各方势力；天庭守业时，继任者多一些责任感，少一些均衡，倒也不错。不像我，现在天天想着铺退路，准备封神大劫之后山号溜人，